印巴开战，巴方利用歼10击落印方发指飙风战机，印度空军面子里子都挂不住。因此，这次作战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大陆制的先进武器装备有了一次难得实战的检验记录。巴基斯坦这一次真的是对印度完全没有惧色。第一个，巴基斯坦是核武国家，它的核武对印度可以达成有效的威慑。另外，巴基斯坦军方这几年获得大陆提供很多优质的武器，包括歼10、C1。还有枭龙，它具备完整的空对空或者空对海、空对地的作战能力，而且上面配备的武器装备，中国大陆都出售，让巴基斯坦空军在质的部分跟印度空军有进行斗争的底气。那是不是整个体系来说，巴军其实有一点点小解放军的味道？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世界火药库又爆一个印巴开战的。根据最新各方消息的汇整，目前印度轰炸巴基斯坦边境，据说已经造成8死，总共炸了至少5个据点以上，在巴控克什米尔开战。巴基斯坦宣称击落印度5架飞机，但是目前据我了解，可能是2架战斗机、3架无人机。另外，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这一次据说底气跟武器也跟过去不一样了。总编，你怎么看这次印巴交战？这次交锋可以说是继2019年以来危机更急速上升的一次。照目前开打，包括印度用突袭的方式发动飞弹攻击，但普遍认为它这飞弹攻击可能主要还是来自空中发射战术飞弹袭击巴控克什米的一些目标，但总体来讲已经造成巴方蛮多死伤的哦。当然巴基斯坦方面也不是吃素的，也进行了坚决而迅速的反击。到目前为止，大家更关注的就是空中方面的作战打得非常的激烈。那我综合几个报道，大概击落的印方飞机2到6架之间。那有人说飙风战机被击落了3架，发指高大上，这个非常的昂贵。如果属实，印度空军面子里子都挂不住。另外还有苏30、米格机，或者以色列之前授予印度的昌就式大型的无人侦察机，据说也有被击落。总体来讲，我们从目前所知部分的作战状况，可以大胆的描绘一个作战场景，就是印方派出空中的兵力，对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一些飞弹精准袭击，而且也成功击中部分的目标，而巴方则利用包括防空飞弹和枭龙战机、歼10这个几款战机进行一个防御作战，而且发射了极可能是中国大陆制的霹雳15超远程空攻飞弹，击落了一些印方的战机，双方有来有往。但目前印度空军无疑是损失比较大的，尤其是阵风被击落，对于印度来讲，这个是一个士气很大的折损。当然，我认为在未来的可能半天或数个小时内，会看到更具体的整个冲突的走向。大家关注的点是因为有中国制的武器到这里面来，而且这应该是中国出口枭龙战机以来第一次正式的武装冲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巴基斯坦有专属的型号。我想进一步来请教一下总编，为什么巴方这一次这么硬？那目前的印巴双方的各自武器是什么样？印巴双方的军事实力论家，印度无疑是碾压对手的一方。那更重要就是印方联合国五常的武器，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印度都有。印度以前苏联为主，包括米格系列，那另外还有苏凯30系列战机。那这几年很多先进的装备都改采美制。整体来讲，其实美方还是源源不断的销售先进的武器装备给印方。而且大家注意到 F16有一个特供版叫做 F21， 这就是 F16 大幅精进特别供应印方发展的一个型号。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印方是没有向美国买 F21， 而是转向法国购买阵风战机。除了阵风战机以外，印方还拥有幻象2000系列战机，目前是它主力之一哦。至于联合国另外一个五常之一的英国，目前其实没有先进的战机给印度，但之前英法合制的美洲虎攻击机，还有英式系列
高级教练机目前也是印度空军的主力装备。那在防空系统方面，印度主要是以 S-300或者之前前苏联体系的防空飞弹为主，但由于它的国土非常的辽阔，这几年积极还是寻求更先进武器装备。印度陆军也是很庞大，主力战车4000多辆，如果以战车数量可以排前面3名。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战甲车、火炮等等，特别是这几年他采购的 K9 自走炮是向韩国所购买。另外，印度的海军其实也不弱，特别是他拥有2艘航空母舰。当然，很多人都认为主要是摆设，毕竟妥善率还有实际的作战能力，大家是高度怀疑。但不可否认，印度自认为所谓的印度洋就是印度的海洋，因此他这几年积极搞像航空母舰、核动力的前舰，还有建造一系列新型的驱逐舰、护卫舰，它的雄心是非常的大。而整体对比印巴双方，我必须说在三军武器装备部分，印度都居于优势，但巴基斯坦这几年新获得很多先进的装备，因此在质量这个部分可以在局部的冲突里面扳回一城。中国大陆过去10几年来积极销售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给巴基斯坦，特别双方合作最具代表性的，第一个是枭龙战机，巴基斯坦目前拥有将近快要到200架，它可以配备像霹雳10这种缠斗型的飞弹，或者霹雳12、霹雳15这种中远程的空对空飞弹。此外，还有像中国大陆采购的歼11、歼10C 的外销版，那这一型战机是目前巴基斯坦空军最先进的战机。比较特别的是，除了中国大陆提供的战机以外，巴基斯坦也采购了美制的 F-15， 包括初级的 F-16A、B， 还有比较先进的 F-16C、D。只不过在运用上，美国会给予它很多的限制。但不可否认，巴基斯坦的 F-16还是蛮有效率。至于它陆军比较特别，它这几年陆续装备了 VT4， 中国大陆提供的先进战车，还有像哈利德系列，以前中国大陆授权它生产的，虽然数量跟印度陆军相比居于绝对劣势，但在质量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让印度方面感到如芒刺在背。至于在海军方面，这几年巴基斯坦海军向中国大陆采购了几种护卫舰，其中054AP 是它最先进的护卫舰。另外这几年还向中国大陆采购新型的柴电前舰，未来陆陆续续服役。特别大家注意到，中国大陆在前2艘是在大陆建造完成提供给他，但后续是在巴基斯坦授权他组装生产，这已经变成中巴双方在很多军事武器一个合作的一个典范。这个就形成了中巴双方在军事合作与印度和俄罗斯或美国的合作其实很大不同的部分，就是在技术的输出与充分的消化。那我可不可以进一步来请教说，巴基斯坦这一次看起来真的是对印度完全没有惧色？我觉得他这个底气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个，巴基斯坦是一个核武国家，大家可能说那印度也是核武国家，但对巴基斯坦来讲，它的核武对印度就可以达成一个有效的威慑。当然这样的形势让全世界都捏把冷汗。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巴基斯坦军方这几年获得中国大陆提供很多优质的武器，包括歼10C1这样的一个外销型战机。虽然大家认为这个外销型，但事实上大陆对它的出口在性能上和配备上面并没有打什么折扣。也因此巴基斯坦认为在空中作战这个部分，依靠歼10C1还有像枭龙都发展到第3批次型，它具备很完整的空对空或者空对海、空对地的作战能力，而且上面配备的武器装备其实中国大陆都出售。在这个部分就让巴基斯坦空军在质的部分跟印度空军有进行斗争的底气，特别在双方各有核武的状况下，那全面大规模的冲突几率会相对较低。因此就巴方的研判，如果战局控制在小部分而且是高科技形态的这作战来讲，我大可放手一搏。而且大家知道，除了战机以外，
巴基斯坦也拥有像中国大陆提供的像空中预警机等等，地面上还有红旗9系列、红旗16等等防空飞弹来进行防空的掩护。而且这次印巴双方的小规模冲突已经证明，红旗9有猎杀印度空军作战飞机的一个击坠的记录，因此这次作战可以说是对于中国大陆制的先进武器装备有了一次难得实战的检验记录。看起来中国大陆给整个巴基斯坦的是一个全套的防卫，那它这样的整个生产线的转移，它的主要的考量点是什么？那对中国来讲，未来怎么居转？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法、俄、美，基本上他们都是倾向于出售整机，或者基本上接近完成。那这里产生一个很大的对比，中国为什么采取完整的军工产业链的模式输出？我想这样的一个合作是基于数十年中巴双方在经济、军事合作、技术转移这个部分所培养长期的信赖感。那我们都知道，巴基斯坦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来说，巴铁不是叫假的哦。比如说像坦克部分来讲 ，VT4 整个组装生产转移到巴基斯坦。事实上，在之前，像它的哈利德，还有更之前85系列战车，早就已经进行类似的生产、组装还有合作的一个模式。而且，中国大陆还转移一些技术，在巴基斯坦建立所谓的维修厂级各种能量，而且辅导它在部分的武器零附件这个部分进行国产化。我说的并非全车转移，毕竟限于它的经济规模还有技术能力，很多核心的可能还是要靠中国大陆直接原货供售。所以双方虽然在军事合作生产这个部分有很高的水平，但中国大陆也借此掌握了你后续不管持续去运作，或者你要进行性能升级，你还是要靠我原厂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无形中，巴基斯坦在技术的资源部分也对中国大陆形成一种依赖，这就是促使双方在军事合作这个部分。那另外陆军装备除了坦克以外，我认为像巴基斯坦新装备的 SH-15 公里这个卡车炮，也是巴基斯坦陆军这几年装备进化一个非常代表性的装备。所以巴基斯坦一口气就买了将近300门，变成它新一代的主力炮兵，全部都是由中国大陆生产。而且据我们的了解，这次印巴在克什米尔冲突 SH-15 其实是有快速部署到当地，普遍认为它与印度的炮兵也有实际交火的一个案例。目前据我收到的消息是还没有看到说 HH-15 被击毁的状况哦。是，那这个巴军不就一半都是中式设备了吗？我觉得不止，它大概有7-8成都是。而且尤其是一线最新的设备是中式设备最多。对，所以这次我们最大的看点其实是中制武器对抗美制、法制、俄制武器，可以这样说。当然，我相信这个冲突还会再继续一段时间了，因为两边的民族主义目前都蛮高涨，尤其是印度，状况是非常的明确。但左边从你目前来看，印军这边他会推出什么样的武器来对付巴军的中制的武器？我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交火主要还是克什米尔地区，因为这次的冲突主要就是印度认为巴基斯坦放纵这种恐怖分子，对于印度的一些观光客在克什米尔袭击要负起比较大的责任，因此他在国际上诉求他所要打击的是克什米尔境内的恐怖分子，或者是支持他的巴方的一些设施或者人员。但克什米尔这个地区地理环境并非一个平坦的地区，因此就目前来看，空中就是战斗机之间或者防空火力相互的交火。那如果涉及地面部队，可能就以炮兵、反炮兵作战成为目前主要冲突的一个特征。所以在这次印巴双方的冲突都是以双方袭击对方的哨所或者火力阵地为主，因此这就形成克什米尔在冲突初期双方地面作战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一次看起来中式的武器是真的能打，因为台湾很多网友会说中国武器参数掺水造假，但其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剩美国跟俄国之外很重要的武器输出国。所以我这边来请教一下总编，从这一场战争来看，中式武器的输出它有一些特色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觉得主要是印巴之间从2019到现在
针对克什米尔冲突，都是一种局部性而且高科技的一些冲突。除了台面第一线的空中作战飞机，背后其实仰赖那丰富的情报支持。在这个部分，我必须讲，通讯能力目前在中国大陆技术来讲，其实是很强的。就目前所展开的作战的形态和目前所呈现的一个状况，巴基斯坦方面在对于敌人动态的掌握和反应的应处，我认为是可圈可点。这就是为什么从战果也显示了巴方在料敌机先还有相关的应处这个部分，我认为是略胜一筹。那是不是整个体系方面来说，巴军其实有一点点小解放军的味道了？对，巴基斯坦其实相对来讲，它装备比较纯化，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的技术和体系的架构建构的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而印度方面确实来源很复杂，我认为印度整合上来讲，就是让人头皮发麻的一个系统工程。当然，有人说印度它本身的国防体系也够大，技术能力也不弱，但以过去印度军工在很多重要武器系统研发和系统整合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对于它拉垮或者不靠谱的表现，印度特色也是非常闻名于世界的。我可以这么说，未来巴军基本上美系的战机逐步的汰换掉之后，很可能变成一支纯中式的军队，所以你的美式武器可能某种程度就是到二线，或者只是整合到整个中国的一个武器系统里面去而已。但这个也是全世界警戒的，因为全世界要同时拥有中国跟美国现代化的大规模武器的国家并不多，所以目前来看，巴军全面的中国化或者是中国标准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那如果这次的冲突最终是以巴方占据了战略式的优势的话，那这不就是对中国未来的军武出口、销售，还有整个中国军力的崛起的一次验证？所以这次印巴双方的冲突，大陆方面其实高度注意，尤其是这次冲突，其实中国大陆提供都有实际用于作战，而且表现出良好的一个效率，这无疑对于中国大陆未来在国际上那销售这些武器装备有了很好的一个时机，可以展现它各个潜在客户。所以这种时机其实对于武器装备的说服力来讲是非常重要。那话题回到台湾，我觉得我们要高度关注，特别是国内有很多智库，有很多学者专家向来谈到中国大陆的武器都觉得是不是一样辣枪头。但如果这次印巴这个冲突展现了中国大陆的新一代的这武器装备，确实不能小觑。我认为或许可以更务实的看两岸双方军事消长或军事对峙这个部分，可以更客观来进行评断。对于台海这边，我觉得经过这次印巴的一个冲突，或许对于中制的武器，大家必须要更审慎、更客观来进行一个评价。